歡迎大家回到愛生的頻道。2022年，習近平打破規矩，讓72歲的張又俠繼續幹。2026年，習總親手把他送進去，從絕對信任到階下囚，只用了4年時間。什麼叫做絕對信任啊？中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叫做7上8下，67歲可以繼續幹，68歲必須退。張又俠當時已經72歲了，按照規矩應該回家抱孫子，但是習近平破格讓他留任。為什麼？紅二代世交1979年親自打過越南，上過前線，這個幾乎是信任值拉滿的一個配置。3年之後直接錄掉了。軍報這次的措辭那個是相當難聽，嚴重背叛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搞團團夥夥，這個完全就是撕破了臉。更震撼的是一個全景圖，紐約時報昨天做了一個統計，2023年初中國軍隊至少有30名上将，到2026年年初的時候還在位上的僅剩下7個人，從30變成7只花了3年時間。連解放軍報自己都承認，這些免職跟高層的動盪正在造成短期的困難跟陣痛。那麼問題來了，到底是什麼在控制這支軍隊呢？如果是制度在起作用，是制度在控制的話，為什麼制度選出來的人一批一批的倒下？那如果是個人忠誠在控制，那麼為什麼連親自挑選的最信任、最忠誠的人也不安全了？今天這個視頻，我們來集中講清楚一件事情：共產黨用了將近100年時間，破解了一個曾經困擾中國2000年的難題，怎麼樣讓槍桿子聽筆桿子的話？我們可以想象是一頭巨獸，解放軍200萬士兵，數千枚導彈，最先進的航母跟戰鬥機。但如果你拿顯微鏡去看的話，你就會發現這頭巨獸它的每一個細胞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沒有神經網絡的連接，只有一根細線全部連向同一個大腦。這個就是解放軍的本質，龐大強悍，但是卻也非常聽話。要搞清楚這個邏輯，你就知道了那些所謂整天流傳的中國軍隊要政變推翻習近平的這個月經帖到底有多麼扯淡。我先給大家一個數字，60%，這個是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的一個統計數字，超過60%的中國政權的崩潰直接源於內部軍事力量的叛變或者是割据。王莽代漢靠的是軍隊，安禄山造反差點滅了大唐，趙匡胤黄袍加身，直接把後周變成了宋朝。袁世凱逼清帝退位，他靠的是北洋軍。2000多年以來，中國皇帝他面臨的最大的威脅從來不是外敵入侵，而是自己的軍队。這個就是中國歷史的千年難題。中央政府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來抵禦外敵，但這支軍隊隨時也有可能反噬中央，怎麼辦呢？歷朝歷代都在想辦法。唐朝搞府兵制，讓士兵的經濟來源是國家土地，而不是將軍的賞賜，聽起來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設計。但是後來均田制崩了，改成要花錢來僱傭職業軍人，而職業軍人嘛，他們吃誰的飯就聽誰的話。安史之亂之後，节度使可以自己收稅養兵，那士兵當然就只認节度使，他不認唐朝皇帝。晚唐的時候甚至出現了一個詞叫做士驕逐將，帥強領主。什麼意思呢？士兵當時驕橫到可以趕走自己的將軍，而將軍強勢到可以直接欺凌皇帝。朋友们，這種情況就是制度失控的一個非常極端的狀態。宋朝他們吸取了教訓，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權力切割。那有兵的人調不了兵，而能調兵的人手裡沒有兵。那確實是防住了將領造反，但是軍隊卻也變得極其低效，面對於外敵是一塌糊塗。北宋亡於金，而南宋亡於蒙古，而到了民國更是一塌糊塗。袁世凱死後，軍閥混戰我們都知道馮玉祥外號叫做倒戈將軍，他一生倒戈8次。為什麼？因為軍閥體系裡面沒有意識形態的粘合劑。
純粹是利益的計算，誰給錢就跟誰走唄。而孫中山他也被軍閥坑慘了，所以他總結出一句話叫做革命必須要有革命軍，那不能夠靠收編軍閥了，必須要從零開始建立一支黨的軍隊，所以才會有黃埔軍校。但國民黨在這方面做的並不徹底，蔣介石的黨部大多他只設在了師團一級，他根本沒有滲透到連隊，士兵仍然是長官的私有財產。以前歷朝歷代中國的皇帝，他們想的都是怎麼樣馴服這頭怪獸，但共產黨的思路不一樣，他們想的是怎麼樣把這個怪獸直接拆解，拆散成一個一個的原子。所以真正破解了這個千年難題的是中共 CCP， 是蔣介石口中的共匪。共產黨的解決方案是4個字：深度滲透。他不是在軍隊外面建一堵牆來防範它，而是把黨組織它直接植入到軍隊的 DNA 裡面，它的神經系統裡面，讓軍跟黨在細胞層面就沒辦法分開。具有轉折點的關鍵時刻發生在1927年山灣改編。當時毛澤東帶着秋收起義的殘部只剩下不到1000多人，士氣低落，逃兵不斷。在江西山灣這個地方，毛澤東做了一個決定，影響了此後近100年的中國軍事史。他說支部要建在連上。什麼意思呢？每一個連隊都要建立黨支部，他不是在團部設一個黨部，也不是在師一級設立一個黨委，而是在最基層的連隊就設立黨的組織。這看起來只是一個組織架構的調整，但其實這招非常狠啊。以前將領造反的話，這個將領他只需要搞定自己的軍官團就可以造反，反正因為士兵只認他自己的長官嘛，對不對？長官說幹嘛就跟着長官幹嘛。但是支部建在連上以後啊，黨的觸角第一次越過了軍官，他直接掌握了基層的士兵。連隊裡面都設有黨支部，排有黨小組，班裡面有黨員，所以任何試圖要反叛的将領，他都會發現他的命令要先經過黨支部的審核，他的士兵裡面可能有1半以上都是黨員，而他的副官可能就是負責監視他的政委，所以他發現他自己其實是被架空了。而1929年的古田會議又定了一條規矩，8個字：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翻譯成大白話的意思就是軍事它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所以不存在什麼純粹的軍事觀點。軍人首先是黨員，然後才是軍人。所以從此以後，解放軍的指揮體制跟西方軍隊算是徹底分道揚鑣了。美國人他們的邏輯是讓軍人從骨子裡頭就不想政變，但是中國人的邏輯是你軍人就算想政變，你也沒有辦法，沒有法子去發動政变。一個靠的是文化內化，而另外一個靠的是制度跟結構來控制。2條路很難說誰高誰低，只能說各有代價。你可能會問，那台灣呢？台灣為什麼不擔心軍事政變呢？表面上的原因可能有些人說是因為完成了民主化的轉型，軍隊國家化了，但其實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在於說，就算有人真的想政變，美國人不会承認，那沒有大國的背書，在台灣政变那就是死路一條。但是韓國呢，朴正熙、全斗煥2次政變都成功了，美國人他們不也是承認了嗎？但是要注意的是，當時是在冷戰時期，反共優先，所以美國人哪怕是捏着鼻子他也忍了。這說明什麼？其實這個事情恰好說明了大國博弈期間制度選擇服務於戰略利益，它並不是反過來的邏輯。有人會說蘇聯其實不也是這套體系嗎？你中國共產黨不是從蘇聯學過來的嗎？最後蘇聯不也完蛋了嗎？但是蘇聯是怎麼樣玩的呀？蘇聯它並不是軍隊發動政變來推翻的，它是從內部瓦解的。政委體系它防的是槍桿子造反，它並不是自己的大廈自己倒塌，所以這完全是兩碼事。而事實上，黨控制軍隊的制度設計在防止軍事政變方面是如此有效，以至於我們發現這個社會主義陣營幾乎沒有
軍隊發動政變成功的例子。當然扯遠了哈，我們回到正題。解放軍它實行的是雙首長制，每一個團級以上的單位都有2個評級的領導，軍事主官跟政治主官，重大決策必須由黨委集體討論之後來決定，所以政委實際上擁有1票否決權。那這樣一種制度的設計，在西方軍事學家看起來簡直是難以置信啊！這個是一種認知的悖論。2個評級的人怎麼樣去指揮呢？這種雙頭領導實際上是管理學的大忌，對不對？因為打仗的時候，你到底誰說了算？這不是要互相扯皮嗎？沒錯，其實就是扯皮。但是你要理解中共的邏輯是什麼？這套制度它設計的首要目的不一定是為了打勝仗某種程度上更重要的是為了防止政變。低效在這種情況底下是一種特徵，是一種 feature， 它並不是一个缺陷，不是一个 bug。所以折騰這麼多，它無非就是一條要架空你的軍權。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他真的想要造反的話，他要先搞定誰呢？首先他要搞定跟他平級的政委，對不對？但是政委有獨立的向上匯報的渠道，可以直接向上一級的黨組織打他的小報告。其次，他還要搞定黨支部的書記，因為他們也有獨立的渠道。第三的話，他的下屬軍官裡頭有多少是黨員？那這些黨員的晉升靠的是黨組織的政治評價，它不是你個人的賞識。所以換句話來說，其實這個想要發動政變的高級將領，他其實指揮不了多少人，他的命令要先經過黨委會來討論，他的下屬首先效忠的是黨組織，而不是他個人，而他身邊的人隨時都有可能是告密者，所以他會發現到頭來其實自己是一個孤獨的原子。那注意軍隊原子化，它切斷的不是腐敗，而是造反。你要拉幫結派搞山頭，其實你照樣能搞，但是想要抱團來發動政變不可能，因為腐敗你只需要幾個人分賬就好了，大家嘴緊一點閉嘴就行。但是政變你需要成建制的部隊來協調行動，原子之間它沒有神經連接，根本發動不了集體行動。而只是這樣還不夠，更絕的還在後頭。就算制度上你搞了雙頭領導，你算是架空了這些高級將領都好，時間一長了以後這些酒肉之交都有可能混出一些過命的交情，所以這個制度會慢慢失效。中國歷史上軍閥割據，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將領他長期駐紮在某地能夠建立這樣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這種連帶關係，最終建立起士人武裝。將擁有兵，兵只認將，他們不認朝廷。而中共的做法是什麼呢？實際上將領永遠都是新人。習總的時代，同一個軍隊關鍵崗位的這個平均任期從 4.5 年顯著縮短到了 2.8 年。集團軍主官跨戰區任職的比例從 25% 飆升到超過 65%。而美軍將領他們通常是在同一個戰區的系統裡面晉升，因為人脈對他們來說是資產，上級非常了解你，而你的下屬也非常信任你，這個能夠顯著增強你們的戰鬥力。而解放軍的將領他們刻意被安排在陌生的環境當中非常高頻率的流轉，人脈是風險，熟人太多，那組織就會懷疑你是在搞山頭。什麼意思呢？一個將領你今年在福建，明年就可能調到新疆，而後年又去了東北。所以解放軍將領他們面臨的情況非常不一樣永遠都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下屬，陌生的地形，陌生的政商環境，很多時候甚至還沒有搞清楚狀況，沒有搞清楚誰是誰，就又被調走了。所以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你想試探自己的下屬是否願意追隨你參與政變，這樣一種風險是極高的。你身邊的人都不熟悉，你怎麼可能知道他會不會轉頭就把你出賣了呢？如果沒有人願意提着腦袋跟你幹，你造什麼反呢？1998年以前，我們都知道解放軍當時是允許經商的，那軍隊開酒店辦藥廠，甚至大規模參與走私。這種做法雖然在當時補充了軍費，但是也讓軍隊有了獨立的經濟來源。而1998年，江澤民下令軍隊停止經商吃皇糧，從此以後，軍人的工資福利退休金全部都是由中央財政來發送。
所以這一招他切斷的是什麼呢？不僅僅只是腐敗的溫床，更重要的是切斷了造反的本錢。你沒有自己的小金庫，靠什麼來收買人心呢？但僅僅這樣還不夠啊！1998年切斷的是現在的財源，2021年又來了一招更狠的，中央搞了一個逐月領取退役金的制度，就是符合條件的这個高級的退役軍官，他們可以按月領取高額的退役金，直到去世為止。但是如果你有政治問題的話，這筆錢會立刻停發。所以大家可以品一品這個設計哈，你想想看，一名上校退役之後，下半輩子的這個生計基本上全靠中央每個月給他打錢。那如果你參與任何反體制的活動，這個錢就立刻停發。他不僅要在服役的時候非常忠誠，哪怕退役以後他也得老老實實這樣待着。這叫什麼呢？這叫做終身經濟控制。你都沒有錢，你拿什麼造反？所以我們看到3招組合拳下來，政委雙軌制能夠切斷指揮官的實際軍權，你調不動兵；而高頻輪換能夠切斷你的人脈，讓你沒有辦法合謀來造反；而鎖死你的利益，可以切斷這些經濟的獨立性，讓你根本就沒有錢來造反。結果就是每一個軍官事實上都變成了是相對孤立的一個懸浮粒子，他們被切斷了所有橫向的盟友關係，他只能夠依靠這樣一根縱向的細線懸掛在權力的天花板上。這個就是原子化的利維坦的制造工藝。土共他們其實是打造了一台設計非常精密，專門用來鎖死權力的防政變機器。但是問題來了，這套制度被吹噓的這麼厲害，那為什麼胡錦濤時期還會出現郭伯雄、徐才厚這樣的大老虎呢？是不是其實沒有你想象當中那麼管用呢？其實也並不是說不管用，而是我們搞混了目標。因為我們在聊的這套制度的設計初衷是防止軍頭搞政變，而不是防止軍官發財，這是兩碼事。甚至有時候在某種程度上某個時期，只要你不造反，腐敗會被當作是潤滑劑。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哪怕是再昂貴的豪車，我們知道也需要定期保養，只不過這台戰爭機器它的保養方式比較特殊，它不是換機油，它換血。汶川大地震期間，溫家寶總理他作為國務院抗震救災的總指揮，第一時間趕赴災區。當時的情況，道路全斷，通訊全無。溫家寶要求軍隊動用直升飛機空降或者是徒步強行突進震中，但結果呢？據說軍隊高層是以天氣惡劣、地形複雜作為理由，遲遲不願意執行這個高風險的命令。溫家寶急了，摔了話筒，說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我就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各位，溫家寶是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按照中國的制度，他對軍隊有合法的調動建議權跟救災指揮權。但是在那一刻，制度賦予他的權利被軍隊無視了。為什麼？因為當時軍中真正說了算的是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跟徐才厚。按理說吧，這樣一種雙首長制度的設計應該是互相制衡才对。政委監督司令，司令制約政委。但如果兩個人他們不是互相監督，而是串通了合謀分贓呢？徐才厚當時是主管政工，他掌握着幹部的考核跟晉升；郭伯雄他主管軍事，掌握的是作戰跟調動。根據後來的媒體披露少將晉升要1000萬到3000萬人民幣，大軍區級的這個職務要數千萬。郭伯雄的兒子曾經非常狂妄地說全軍幹部一半以上都是我們郭家提拔的。你說這個到底是黨管幹部還是郭家在管幹部呢？制度在這種時候就已經變成了是走過場的遮羞布，所以這個就是制度失效。雙首長制本來應該是互相制衡，但是你架不住人家私底下串通起來合謀對不對？不同戰區的主官你還能夠通過高頻異地輪換來防止他們串通起來，但是中央軍委這個級別你怎麼輪換？你輪換到哪兒去呢？所以這裡就到了今天這個視頻的題眼：制度是藥，清洗是刀，藥效不夠的時候就得動刀。這就是為什麼大家看到解放軍高層清洗不斷的底層邏輯。
當暴力威懾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暫時被收起來的時候，當最高層他們不敢或者是不願意動手清洗的時候，制度就会被迅速異化為腐敗的溫床。那說到這個地方，我也要介紹一下關於軍隊高層清洗的一些解讀。有學者認為，習近平對於軍隊的整肅不應該被簡單等同於是斯大林式的清洗，因為那是一種製造普遍恐懼為目的的高度隨機化的政治屠殺。他們的論據是，這場清洗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參照物，就是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戰場上的表現非常拉垮，實際上是系統性的崩盤。俄烏戰爭爆發以後，這個理論上來說是世界第2大的軍事強國，但是俄軍在戰爭初期呈現出大面積的系統性的失靈，指揮鏈條紊亂，情報研判失誤，後勤保障崩潰，精密打擊能力缺位。這個實際上不是戰術失誤的問題，而是長期被腐敗深度侵蝕以後的總體性的大爆發。俄軍的潰敗為全球大國軍隊都敲響了最現實的警鐘，尤其是對於中國。所以腐敗它不僅僅只是道德問題，而是會對於軍隊的戰鬥力造成結構性的致命性的損害。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對於軍隊的高強度的整頓更像是一種前瞻性的止損。但是我想，無論這個清洗的真實的動機到底是防政變還是提升戰鬥力，我想實現手段都是一樣的，因為軍隊原子化再加上恐懼注入，對於高層的清洗本身實際上就是恐懼的某種制度化。工具理性再加上權力的偏執，我想在這套系統裡面從來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疊加態。回顧2012年習總剛剛上台的時候，其實他面對的是這麼一個爛攤子軍隊三頭林立，腐敗橫行，聽宣不聽調，是這麼一個狀況。那他的選擇是什麼呢？我想剛才已經講清楚了，光有制度是不夠的，制度會老化，會被架空。胡錦濤總書記在他後期之所以指揮不動軍隊，就是制度空轉的結果。所以還是得要有清洗，但是清洗是雙刃劍，你沒有準備好之前就動手，很容易逼出兵變。所以真正傷筋動骨的是2015年的軍改，習總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把軍隊原子化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主要幹了3件事情，第一個就是拆總部，原來的這個市總部、總參、總政、總兵、總裝這些權力太大的部门，尤其是總參謀部號稱是小軍委，一個總參謀長的實際權力某種程度上是比軍委副主席還大。而習總呢，把他們拆成了15個職能部門，分權制衡，原來是一個人可以說了算的事情，現在要好幾個部門來協調。第二個是改軍區，7大軍區變成是5大戰區，打破了幾十年形成的這個地方利益的格局。原來的軍區司令他在一個地方經營10幾20年，上下通吃，政商關係可以說是盤根錯節。但是現在你戰區司令，你只負責打仗，你不管人事，不管後勤，也不管裝備採購，想要搞山頭的話，你連抓手都沒有。第三是軍委管總，所有重大的決策全部集中到軍委，而軍委主席就是習總本人。以前的軍委是集體領導，而副主席分管各攤，實際上是各自為政。那現在是軍委主席負總責，所有的線最終都收到了一個人手裡頭。這個不是換換零件這麼簡單，這個實際上是重新設計了一整個的電路圖。而這個電路圖也就解釋了一個極其實戰化的細節。我們知道前2個禮拜張又俠剛剛落馬，對不對？但是如果回看2025年12月底，也就是張又俠被抓的前2周，解放軍在台海舉行的這個軍事演習，悄無聲息的包圍台灣島進行抵近偵察，動作非常整齊劃一，沒有任何雜音。那很多人看不懂，阿爾法手都快要倒了，但是軍隊看起來好像並沒有亂，對不对？其實這個恰恰證明了這張新電路圖的威力。在這個新的指揮鏈條裡面，軍委副主席他負責的是建設跟管理，他管人事，發裝備，而真正打仗的指揮權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線，
軍委連指中心直達戰區司令，再直達前線部隊。也就是說，張又俠這個級別的高官，在作戰指揮鏈條上已經變成了是一個旁路開關。而當大佬決定要清洗這個零件的時候，他甚至不需要切斷電源。我們看到解放軍，它實際上表現出了一種非常恐怖的特質，哪怕大腦皮層的一部分正在被切除掉，他的肌肉記憶依然在忠實的執行殺戮的指令。除了這個唯一的大佬之外，其他人哪怕是位極人臣，其實說到底都是即插即用的耗材。張又俠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很多人覺得，你看吧，解放軍這個高層清洗這麼厲害啊，至少要等2年之後才有可能對台灣下手。我勸大家再想想看這個邏輯。而軍改完成之後呢，習總才能夠放開手腳開始清洗。那第一刀砍向徐才厚跟郭伯雄。之前中共歷史上從來都沒有軍委副主席被正式逮捕判刑，徐才厚是在病榻上被帶走，然後病亡，而郭伯雄被判无期徒刑。這一刀的信號極其明確，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哪怕你是軍隊的2號人物，哪怕你有龐大的門生網絡，在領袖的意志面前，你隨時有可能會淪為階下囚。然後是2023年到2024年的火箭軍的窩案。火箭軍是習近平最重視的戰略軍種，等於說是親自授其成立，被視為國之重器。但結果呢，火箭軍的司令員李玉超、政委徐忠波連鍋端，上任僅半年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也被免職調查。而最後是2026年的張又俠。有消息說，張又俠在內部對2027年的攻台計劃表達了悲觀的評論，這個被解讀為畏戰跟動搖軍心。所以各位，清洗對象從政治對手變成了核心盟友，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習總的決心非常強悍，意味着這套系統裡面沒有永久的盟友。原子不會造反，但是原子也會鏽蝕。軍隊高層清洗的本質就是定期更換腐蝕的零件，而且這裡面還藏着一個更加殘酷的生物學的算計啊！為什麼一定要做定期的清洗呢？因為這些老家伙們，他們實在是太老了。對於最高層來說，清洗實際上是一舉兩得的，它既制造了恐懼，又強制完成了新陳代謝。每一次軍中的大清洗，實際上都是在給底下的少壯派談位置。那這些人是技術官僚，他们是看着俄烏戰爭長大的，他們更懂技術，更職業，也更渴望立功上位。如果不把上面站着茅坑不拉屎的這些大老虎打掉的話，這群狼崽子他們怎麼會有機會能出頭呢？所以不要覺得清洗會把軍隊搞弱，恰恰相反，定期的放血療法是為了防止組織血管硬化，是為了讓這頭巨獸永遠保持年輕的旺盛的殺戮的慾望。那現在我們可以回答這個核心問題了，到底是制度在控制中國軍隊，還是恐懼在控制解放軍呢？我想制度是磚瓦，而恐懼是地基。風和日麗的時候大家會欣賞一個建築物，大家會讚美磚瓦的精巧。那政委制度、輪換制度、黨委集體領導聽起來都是非常的合理，設計非常精妙，對不對？但是一旦政治地震來臨的時候，磚瓦都有可能掉落，那只有地基決定了大廈是不是最終會倒塌。制度能增加軍隊集體行動的成本嗎？難。制度能夠讓造反變得更難嗎？難。但制度能夠自動生成忠誠嗎？我想不能。你一味對某一個人好，其實是帶不來尊重的，必要的時候一定要立威。胡錦濤時期郭伯雄、徐才厚的案例就已經證明了，如果沒有強力核心或者是清洗的威脅，雙首長制最終其實退化成了雙寡頭分贓制。輪換制度會被人事操縱架空，黨管幹部實際上變成的是國家管幹部。制度沒辦法自我糾錯，只有外部的非制度化的暴力干預，也就是時不時整一場軍內高層的清洗，才有可能打破腐敗的均衡。所以其實中共軍政關係的真實的循環是這個樣子的：制度維持日常的運轉，腐敗與派系滋生，那之後呢，制度失效，不得不暴力清洗，然後重建恐懼。
這個讓制度恢復運轉，然後時間一久以後，腐敗再次滋生，不得不再次清洗。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循環裡頭，暴力清洗才是那個第一推動力，沒有周期性的注入恐懼，那這個系統就會不可避免的走向熵增。從1954年的高崗案到1959年彭德懷案，到1971年林彪事件，1992年楊家將事件，到2014年郭徐案，到2023年火箭軍窩案，到2026年張幼俠案，70多年以來，其實軍隊的清洗從來沒有停止過，只不過是這個形式啊，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變成了是現在的反腐敗。所以這其實證明了一個非常冷酷的真理，就是制度你是可以設計的非常精密，但是人性經不起考驗，忠誠必須要通過恐懼來鍛造。但這樣一套系統有沒有代價呢？當然有，而且代價正在顯現。我們知道制度控制的越嚴密，那政變的風險越低，但是軍隊的組織摩擦力越大，實際戰鬥效率也就越低。雙重的這個指揮體系在物理上其實增加了決策的時間成本，在心理上制造了指揮官避責傾向。只要軍隊它的忠誠度是向上負責，對黨負責，而不是向下，比如說對於法律或者是向納稅人來負責，那麼權力尋租的空間就永遠都存在。反腐運動它只是改變了腐敗的形式，比如說從公開的經商變成是比較隱蔽的買官賣官，並且引入了新的副作用，就是懶政跟躺平。在黨指揮槍的這個絕對的原則底下，軍事專業主義它永遠是排在第二位的。過度的政治灌輸跟逆向淘汰的一個晉升的機制，會使得解放軍難以吸引跟保留真正的軍事天才。不過說到這裡，我們也要看一看美軍，他們當然也有非常繁瑣的官僚流程，他們也受文官政府的嚴格節制，他們也搞 DEI 跟政治正確洗腦，所以沒有必要美化美軍。但是不能否認的一點，就是在戰場指揮鏈條上，他們遵循的是單一指揮官制，也就是說，一旦進入戰術的層面，一個美軍指揮官他對一個部隊負全責，雖然有監察，但無人自走。指令從上到下其實是一條垂直的直線，而解放軍的指揮鏈是一條打結的繩子。我跟大家說一個軍事理論，你就明白這個問題有多嚴重了。美國軍事學家約翰·博伊德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概念，叫做 OODA 循環，也就是觀察、調整、決策跟行動。那誰在戰場上的 OODA 循環轉得越快，那誰就能夠在戰場上贏得先機。現代戰爭某種程度上拼的就是這個 OODA 循環的這個速度。但解放軍的 OODA 循環是什麼樣子的呢？在政委雙首長制度下，軍事指揮員他想要做任何大一點的戰術動作，必須要先幹嘛呢？他必須要先找政委來點頭。政委不簽字，這個兵你根本就調不動。換句話說，在解放軍的 OODA 循環裡頭，人為鑲嵌進了一個確認的環節，哪怕敵人就在眼前，班機就在手邊，信號也不能夠直接傳導到全軍。所以在現代戰爭爭分奪秒的今天，這樣一種結構性的延遲在危機時刻有可能演變成非常致命的決策癱瘓。解放軍的條令裡頭雖然規定了是機段專行權，也就是在理論上緊急時刻指揮員可以先斬後奏，沒錯，條令的確是這麼寫的，理論上也的確是可以這麼幹。但現實生活當中，在清洗常態化的這麼一個背景底下，動用機段專行權其實是一種賭博，因為打贏了功勞要歸黨，但是打輸了，甚至哪怕打得不那麼好看，你這個擅自行動啊、無組織無紀律的這個帽子立刻就有可能被扣下來。而在解放軍的評估體系裡面，政治錯誤遠比軍事失敗嚴重100倍。所以哪怕制度給了指揮員這個臨機處置的權利，恐懼恐怕也會迫使他把這1秒鐘用來尋找政委的眼神確認。所以並不是說解放軍的制度沒有彈性，的確有彈性，指揮官有戰術裁量權，但是因為這個恐懼的存在，往往會吞噬掉這樣一種彈性。
不過我們反過來想啊，軍隊這樣一幫老家伙，他們難免瞻前顧後，考慮半天，對不對？但是這幫狼崽子們可是個個嗷嗷叫，等着這樣一種機會。他們沒有那麼多顧慮，前怕狼後怕虎，他們一心只想着建功立業。所以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解放軍並沒有因為高層不斷被清洗而崩潰，因為中下層少壯派其實他們是暗爽的，上面的大山被搬走了，他們的機會來了。我們都知道，每隔幾個月，海外中文圈就會出現一波中國軍隊兵變推翻習近平的傳言。我們可以借用一下這個王洛菲的統計，看一看這2個禮拜有多麼的荒誕哈。他統計了一下幾位華語自媒體的博主在過去一段時間關於張幼俠的標題，簡直是一部魔幻現實主義的連續劇。2025年的6月份有人開始推演張幼俠發動政變的4個條件。然後2025年的10月份，劇情升級了，82軍包圍了京西賓館，然後張幼俠已經取代了習近平，掌控全軍。然後2025年12月有更加離譜的，中南海各派系的夫人還群起圍攻皇後，習近平含淚簽下了降書。2026年1月初，高潮到了，習近平曾經3次行刺張幼俠，9名政治局的委員聯名要求習近平辭職，張幼俠領銜痛批。然後2026年下旬，這個劇情又開始出現劇烈的反轉，100多人伏擊張幼俠，張幼俠被關在軍事禁區。過去這一段時間，王洛菲的統計是聽床師高潮了172次，從奪權的統帥到被捕的囚徒，這個劇情的起伏跌宕堪比短視頻。唯一的問題就是所有這些全是胡編亂造的。我們可以品一品這個事情的荒誕的程度，但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今天這個視頻的內容，你就會明白所有這些聽床的故事在邏輯上就是不成立的。一句話概括就是中國軍隊造反不只是不太可能，而是在概念上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林彪是什麼人呢？是開國元帥，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他掌握軍權幾十年，跑路的時候也只能夠带着老婆孩子跟幾個親信倉皇出逃，連一個排一個連都調不動。這個就是軍隊原子化的威力所在。那些每隔幾個月過一段時間都會發布什麼軍隊政變推翻習總的這些搖棍，他們其實賣的不是信息，是焦慮，而焦慮這門生意永遠不愁沒有買家。所以在搖棍創造的這個平行宇宙裡頭，中共已經崩潰了1000多次。但是軍事政變，你拿什麼政變？難道你用微信群聊嗎？所以中國軍隊這套防政變系統真的有效嗎？我想從實際效果的角度來看，極其有效。70多年以來，軍事政變從來都沒有成功過吧。林彪事件失敗了，因為他只能夠依靠自己的小圈子，他根本沒辦法動員成建制的部隊。郭伯雄、徐才厚落馬的時候，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抵抗。張幼俠被查，全軍上下鴉雀無聲。看到這裡，有人會問，既然清洗張幼俠都已經不妨礙對台灣用兵，那他還有什麼威脅呢？還有必要大動干戈來清洗他嗎？其實這個也正是帝王術比較陰暗的地方。在習總軍改之前，你就這樣動一個軍委的副主席，的確有可能引起軍隊的騷動，這個叫做拆承重牆。但是軍改之後動它，其實只相當於是換了一個燈泡而已。那既然換燈泡，那肯定不會塌方啊，清洗它的成本才足夠低。張幼俠管的是人事跟裝備，他提拔的人就會形成張家軍的潛意識，他經手的項目就會有利益的輸送。所以哪怕即便他沒有造反的能力跟意願，只要他一直待在這個位置上，日積月累，不經意當中不知不覺的，他就會擁有了造反的圈子跟本錢。這個事情本身就是死罪一條。所以即便車子沒有出任何問題，你也要定期維護，對不對？這個就是保養的邏輯。所以讓解放軍集體行動的能力歸零，始終都是這個制度設計者最終想要看到的結果。中共用70多年破解了軍人政變的1000年難題，它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人類用制度切割跟定期的清洗
的確可以徹底消滅掉一個強大組織的集體行動的能力。但是當所有人都只會說是的時候，到底有誰可以來說那個必要的不呢？我想這個問題或許有可能比中國到底會不會政變、什麼時候政變要重要的多得多。大家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您覺得這個中國這套防政變系統的極限在什麼地方？我是艾森，感謝您的收看。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請記得點讚分享，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加入我們的會員，祝您有心情愉悅的一天，謝謝。